继续讲孟子的仁政，宽猛相济。宽就是德治，猛就是法治。虽然孟子偏重于德治，以德治国，但他并没有完全否定法治。孟子也承认法与刑的辅助作用。图善不是以为政，图法不能以自行。治理国家只有善德不行，只有法令也不行。道德意识与刑罚制度，这俩必须相互配合，才能治理好国家。孟子将法比喻为规矩六律，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，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。如果不使用圆规和曲尺，就画不出方形和圆形；如果不根据六律，就不能确定五音。规矩就是圆规和曲尺，六律是什么呢？六律指的就是从低到高的6个音调，说是6个，六律每一个又分阴阳，实际是12个，也可以叫12律。这12个律呢，音调都是确定的，通过六律就可以确定五音。五音是什么呢？五音就是宫商角徵羽，也是音调，但是五音的调子是不确定的，是随时可以变的。比如说有人嗓子不好，声音比较低沉，那唱歌的时候呢，就要起低一点，比如让宫音落到12律中的黄中这一律上。有的人嗓子好，声音比较高，那唱歌的时候呢，就可以把调子定高一点，比如让宫音落到12律中的临中这一律上。这样有了六律才能确定五音，六律是五音的基准。孟子就把法令比作规矩和六律，通过法令就可以维护社会的秩序。圣人既节目里言，既之以规矩准绳，以为方圆平直，不可胜用也。圣人节制了事理，制定出圆规曲尺水准墨线，用它们来画方圆平直是用不完的。既节耳力言，既之以六律，正五音，不可胜用也。圣人节制了听力，再制定六律以确定五音，也是用不完的。既节心思言，既之以不忍人之政，而人负天下矣。圣人节制了心思，制定怜悯百姓的政策，就可以使仁爱覆盖天下了。规矩六律比喻法治，不忍人之政是德治，这两个缺一不可。政治主张下一点，孟子认为应该选举贤能来治国。尊贤使能，俊杰在位，则天下之事皆悦，而愿立于其朝矣。尊重贤才，使用能干的人，英俊豪杰在位，那么天下的士子们都会喜悦，就会愿意在这样的朝廷里供职。怎样选拔人才呢？孟子认为要尊重民意。齐宣王问孟子如何识别人才，孟子回答：国君进贤，如不得已，将使卑于尊，疏于戚，可不甚于？国君选择贤才，在不得已的时候，甚至会把原来地位低的提拔到地位高的人之上，把原来关系疏远的提拔到关系亲近的人之上，这能够不谨慎吗？左右皆曰贤，未可也；诸大夫皆曰贤，未可也；国人皆曰贤，然后察之，见贤言，然后用之。因此左右亲信都说某人好，不可轻信；众位大夫都说某人好，还是不可轻信；全国的人都说某人好，然后去考察他，发现他是真正的贤才，再任用他。左右皆曰不可，勿听；诸大夫皆曰不可，勿听；国人皆曰不可，然后察之，见不可言，然后去之。左右亲信都说某人不好，不可轻信；众位大夫都说某人不好，还是不可轻信；全国的人都说某人不好，然后去考察他，发现他真的不好，再罢免他。政治主张下一点，孟子认为君主执政的合法性来自于人民。尧崩3年之丧毕，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。尧去世3年服丧之后，舜避开尧的儿子，一直到南河之南。舜那个意思是我不想当天子，所以我就躲起来，希望把天下让给尧的儿子。天下诸侯朝觐者，不知尧之子而知舜；宋玉者，不知尧之子而知舜。
讴歌者，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，故曰天也。夫然后知中国，见天子为焉。可是天下诸侯朝拜天子，不去拜见尧的儿子，而去拜见舜；打官司的人不去找尧的儿子，而去找舜；歌颂的人不歌颂尧的儿子，而歌颂舜。所以说这是天意。这之后，舜才回到中原，继承天子之位。而居尧之功，逼尧之子，是篡也，非天余也。如果在尧死之后，舜留下来居住尧的宫殿，逼迫尧的儿子不让他继承天下，那就是篡夺，就不是上天给的了。太史曰：天视自我民视，天听自我民听，此之谓也。尚书太史上说，上天所看见的来自于人民所看见的，上天所听见的来自于人民所听见的，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人民拥护的，天就拥护；人民的意见就是天的意见。人民说这个天子你可以当，那你这个天子当的才具有合法性。人民说这个天子你不能当，那即使你做了天子，你也是非法的。孟子认为，一旦君王昏庸、政治腐败，人民就有推翻君王的权利。一次，齐宣王问孟子说：“武王伐纣这种陈弑君的做法是否可行？”孟子说：“贼人者谓之贼，贼义者谓之残。残贼之人谓义夫，闻诸义夫纣矣，未闻弑君也。”败坏人的人是贼，败坏义的人是残，而残贼这样的人就叫做义夫。义夫就是丧失民心的众叛亲离的统治者。我只听说周武王诛灭了一个残暴的义夫而已，没有听说过臣子杀君。在孟子看来，武王伐纣完全是正义的，因为商纣不仁不义，伐纣只是杀掉一个不仁不义之人，不能算犯上。以上就是孟子提出的涉及经济、政治两方面的治国理念。孟子他最终的社会理想是以王道统一天下。所以王道就是以仁政来治国，王道的反面是霸道，霸道是以武力强权来治国。以利假人者霸，霸必有大国；以德行人者亡，亡不待大。汤以70里，文王以100里。倚仗武力假借仁义的是霸道，行霸道可以建立大的国家；依靠道德而爱民的是王道，行王道不一定要大国。商汤凭借70里国土，周文王凭借100里国土，就可使人心归附。以利服人者，非心服也，力不善也；以德服人者，忠心悦而诚服也，如70子之服孔子也。倚仗武力使人民服从，并不能使人民心服，是力量没你大，打不过你而已。而以德服人者，人民心中喜悦而诚心诚意的归附，就像有70多个弟子诚心诚意的归附孔子一样。得道者多助，失道者寡助。寡助之治，亲戚叛之；多助之治，天下顺之。拥有道义的人得到的帮助就多，失去道义的人得到的帮助就少。帮助的人少到极点时，连亲戚也会叛离；帮助的人多到极点时，全天下的人都会顺从。以天下之所顺，攻亲戚之所叛，故君子有不战，战必胜矣。以全天下的人都顺从的力量去攻打连亲戚都会叛离的人，必然是不战则已，战无不胜。齐宣王想要攻打燕国，咨询孟子这事儿是否可行。孟子回答说：取之而燕民悦，则取之；古之人有行之者，武王是也。如果占领它能使燕国的百姓高兴，那就占领它。古人有这样做的，周武王就是。取之而燕民不悦，则勿取；古之人有行之者，文王是也。如果占领它使燕国的百姓不高兴，那就不要占领它。古人有这样做的，周文王就是。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，单食胡将以迎王师，其有他哉？必水火也。以齐国这样一个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，去攻打燕国这样一个同样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，燕国的百姓用饭筐装着饭，用酒壶盛着酒浆来欢迎大王您的军队，难道有别的什么原因吗？
不过是想摆脱他们那水深火热的日子罢了。如水亦深，如火亦热，依运而异。如果你让他们的水更深，火更热，那他们就会转而去求其他的出路了。你要是行王道，对百姓好，你打到哪儿，哪儿的百姓就单食胡将以应王师，何愁不能一统天下？孟子哲学就说这么多，最后咱们总结一下。孟子哲学2大主题：性善和仁政。性善从什么是人性谈起，然后以心言性，讲作为种子的四端之心，作为果实的仁义礼智四德，然后人性来自于天，然后功夫论，包括求其放心和存心养性2部。仁政呢，它的基础是性善论，核心是民本。经济方面有治民之产，使民以时等。政治方面包括君主道德、人格平等、宽猛相济、尊贤使能。君主执政合法性来自于人民。最后的目标是以王道统一天下。孟子的哲学就说这么多。